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包明。这期话题我们说的是美国咨询公司称乌克兰冲突让商业间谍卫星更加强大，而中国呢毫不落后。美国的一家咨询企业量化分析公司在1月16号发布报告称，乌克兰冲突让世界意识到卫星遥感有着巨大的地缘政治、社会和军事影响力。与此同时呢，航天业正在引入超高分辨率图像的新功能，这将使得商业观测卫星更加强大。报告还提出了几家在乌克兰冲突中非常活跃的西方卫星遥感企业，这里面包括欧洲空客公司、美国的麦克萨尔公司、黑色天空公司或行星实验室公司等等。商业遥感产业能够在乌克兰战争中发挥这么重要的作用，是有着复杂背景的。上个世纪70年代美国航空航天局开发了陆地卫星5号，遥感图像呢可以共享给全世界，这就打开了卫星对地观测在民用领域应用的大门。中国遥感部门呢也大量的使用了陆地卫星5号的图像。上个世纪80年代，法国推出了民用的斯波特卫星系列，向国际市场公开销售图像。当时的斯波特卫星分辨率只有10米，但是用来识别大型的舰船、大型的军事活动还是可以满足要求的。斯波特卫星在国际市场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也刺激了商用遥感业的兴起。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末，美国出现了几家企业把卫星对地观测的分辨率提高到了军用水平。首开局面的就是美国数字全球公司伊格洛斯2卫星。这家公司几经辗转收购与合并，如今呢成了麦克萨尔公司。乌克兰冲突当中呢，人们所看到的高分辨率的卫星图像，多数都是他们提供的。自从伊格洛斯2号卫星之后，美国和欧洲发射了大量的高分辨率的对地观测卫星。这些卫星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靠民用市场上的图像销售收入就能够实现自我的维持、自我发展。对军方来说，就不需要发射那么多的侦察卫星，需要的时候直接花钱购买图像就可以了，而且价格还很便宜。比如说后续法国的斯波特卫星，一张高分辨率的照片的价格只要$7000。当然了，在分辨率和机动能力方面，民用卫星呢还是比不上军用卫星的，但是也能够满足大多数的军事情报需求了。在美国之外另一个拥有强大的卫星遥感产业的国家就是我们中国。中国很早就重视卫星遥感产业，但是由于一些关键技术当时没有能够突破，所以长期以来都需要进口美国卫星的图像，用在民事目的上。进入21世纪之后呢，中国高技术产业急起直追，突破了很多的关键技术，比如说小卫星技术高性能的感光元器件技术等等。这些技术的突破，高分辨率的小卫星立刻就遍地开花，推动了中国商业航天界涌现出了一大批高分辨率的小卫星系统。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吉林1号星座或高景星座，这两个星座能够近实时的覆盖全球，提供0.5米分辨率的图像，已经达到了国家管理政策所允许销售的上限，具有相当高的战略甚至是战术应用价值。在遥感卫星民参军这个问题上，中国和美国是并驾齐驱的。而俄罗斯呢，因为电子工业的严重滞后，如今基本上已经没有能用的遥感卫星了，否则也不会在乌克兰战场的信息对抗当中吃这么大的亏。乌克兰冲突的持续和对卫星侦察的需求，重新点燃了伊拉克战争时期的一个话题，那就是卫星如何才能支持战术部队的需求。当时美军提出了快速响应航天的概念，主要的思路呢，就是能够在一个星期之内就发射一颗侦察卫星，能够把图像提供给伊拉克现场的部队。但是在那个时候美国用了很大的力量，也没能实现这个目标。如今在乌克兰战场上，双方的攻防变换非常激烈，战线犬牙交错，对侦察图像的时效性的要求越来越高，而且双方都拥有相当强大的地空导弹力量，战场上的航空战术侦察风险很大，有人接也好，无人接也好，用不了几天就会被击落。在这种情况下，防空导弹打不着的遥感卫星再一次引起了人们的重视。但是如果从提出需求到卫星上天要7天的时间，那也是没有什么战术意义的。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就只能靠大规模部署的星座，实现对战场的不间断的覆盖。夜间用红外遥感卫星或者是雷达遥感卫星来补忙，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卫星图像的处理要采用人工智能，因为把一张照片发给前线的指挥员，他需要费尽眼力从当中找到对方的目标。在激烈交战的前线，没有受过卫星图像判读训练的基层指挥员往往不具备这个能力。因此，人们现在倾向于用人工智能的方式，在卫星图像上把目标标示出来，再交给一线的指挥员去决策使用。量化分析公司指出的几个独角兽企业，基本上都是围绕着上面这些理念开展技术研发和星座部署的。所以我们中国的卫星企业不但要发射星座，还需要高度的关注乌克兰战场上所发生的一切，从双方的表现中吸取经验教训，为自己的产品开发更好的服务功能。好，这句话题我们就说到这里。